命很苦，住在稻田，他的家在稻田的中央，中间隔一条河，你要去他家还要经过一座桥，那座桥只有1块板，1块木板，你踏脚车要踏过去，我就曾经踏脚车过那块木板，很危险，不过去他家。然后我堂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，因为她的儿子比我小1、2岁，他年纪也相当大了，现在70、80岁了。如果还在人世的，很久没有联络，也不知道在哪里。那么我讲我这个堂姐，那个时代很凄凉，我的姑姑也很凄凉，在那个时代，我姑姑长得很漂亮，我的祖母觉得这个女儿长得这么漂亮，太漂亮了，舍不得嫁她出去，就送她进尼姑庵，就送她进家里附近的尼姑庵，这样子永远看得到她，她不会走掉，所以进了尼姑庵。进了尼姑庵之后，我这个姑姑10多岁的时候，15、16岁的时候，被一个男子拐走了。这个男子甜言蜜语把她拐走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，那个年代的女孩子15、16岁也需要爱情，不是说相亲就这样结婚，也需要爱情，所以她会被人家拐走的。那么那个时代是个很可怜的时代，可是因为这个时代背景，很多故事，我喜欢1942。我小中学的时候，我喜欢一套电影叫《Summer of 42》，1942年的爱情故事。那么1942年1月10日是吉隆坡沦陷的日子，日本人来攻打吉隆坡。我想写在沦陷的日子，这个童养媳在我的书里面叫梅花。为什么会叫她梅花？我本来叫别个名字，然后我喜欢学吹埙。有一天我去到太平，跟太平一个要的一个朋友，他喜欢古琴，玩古琴，所以他古琴喜欢玩梅花三弄。他说梅花三弄要坚强，因为梅花很坚强。梅花很坚强，我的书的名字女主角就要叫梅花，所以她就叫梅花。那么梅花是一个童养媳，她的丈夫比她小2岁，丈夫13岁多，她就要跟他圆房，不过她喜欢邻居一个男孩子，怎么办？所以如果这个书你可以解释说，她要勇敢去爱，那是一个看法。我的写作的原意，她不是要勇敢去爱，她要找她的爱情，因为她要脱离这个传统的约束。那个时代封建思想，这样子把一个人当作童养媳，所以她爱一个人，她很想跟他走，她不想那个小她2岁还长不大的丈夫，那时候才13岁3岁多，所以是这么一个爱情故事。这个是，其实在第1本书写这个梅花的还不是最多，写最多是梅花的那个邻居，那个男孩子，他叫神武，所以第1本书写的其实是神武家人的故事，他跟他的家庭很多还是家庭的故事，神武的家人。第2本书呢，接下去第2本书我会写的是神武的情人，也就是梅花的故事，比较多是梅花的故事。那么当然也不会有色情的。第3本书我会写神武的朋友和敌人，包括国家。那时候他长比较大了，比较会想了，包括马来西亚，包括抗日军，包括日本的一些故事。那么写这个日本的故事，我活在这个年代，我很难写，我只好花1年的时间。这1年我做什么？访问老人家，他必须超过75岁才有这个记忆，所以我访问75岁到85岁的人，走马来西亚北到南，不是每个访问的人都有成果，有些人
不愿意说，有些人说的一些东西不可以用。那么我刚好去到圣阿曼的时候，去访问的时候，路边遇到一个马来西亚的作家，叫杨善勇。我们不是很熟悉，见过面。杨善勇说：“你来做什么？你来我的地方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来找老人家，因为我要知道日本时代那时代的故事。”那杨善勇就载我回他家，拿了几本书，其中一本书1000多页，都是关于这个日本时代马来西亚的资料历史。很好，我就带着这几本书回家，拼命的读很多书，很多资料。读了书，访问的人觉得还不够，我没有那种战争的感觉。刚好有一天我去到台湾，他卖很多第2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，买了很多第2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，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看这个纪录片，体会那种战争的感觉。觉得还不够，因为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。那个时代那样贫穷的时候，那样贫苦的感觉没有。我就坐飞机到辽国去，老挝去找老挝南部贫困的地方，去那边住一下，住2个星期，在那边体会一下，看看那边的穷人怎样过日子。所以写这本书。我为什么要花1年的时间？除了我要去访问人家，我要阅读很多书本，我要去看很多电影，我要去体验很多生活。不过到最后，可能也有疏漏的地方，毕竟那个时代跟我这个时代隔得很远，我爸爸的时代，所以写得好不好，还是要由大家来评定。不过这个小大人的系列呢，就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书，我希望以后洪清婷的作者或者其他作者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这个系列。我讲到这里，我们的同事在那边催我说可以停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。有时候老板常常必须听员工的话，就只好停了。好。